大家好，欢迎再次来到我的频道。在当今的 Web3 领域中，Pi Network 团队的工作进展已经以一种畸形的速度在蔓延，导致实名认证系统严重推迟，许多人被卡在清单的第4项，难以完成实名认证。即使有人收到了实名认证，也往往被卡在第5项，原本最快可能在今年10月就能完成的开放式认证，却因为很多虚假宣传的这种行为而被博士团队推迟了。过去那些所谓的31万档，最多只是喊喊口号，以所谓的高价赋能作为诱惑，然而现在却有利用银行办卡兑换的真正骗局在大家面前，我们不得不反复提醒，这种行为完全不可能实现。第一阶段就想要实现这种事情，更是无稽之谈。就算到了开放式阶段，也不可能实现。银行不是傻的，他们是国家的金融机构，法币才是每个国家唯一的流通货币。想要实现加密资产与法币的兼容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这些利用银行办卡兑换的人，不仅骗取了老年人和无知者的钱财，更重要的是，他们的行为影响了大家的财富。博士团队对此感到非常头疼，只能将实名认证延后。有些人会在我们的群里胡吹海吹，说他们的二舅已经成功下卡，并且得到了1000万的资产，还分给了他16万。这种无稽之谈不仅暴露了他们极低的认知水平，还误导了其他人。同时，这种诈骗行为已经导致许多人被骗，甚至报了警。这种势头之所以难以压下来，主要是因为愚蠢的人太多了，缺乏基本的逻辑和判断力。他们如果想要靠这个挣钱，那简直就是做梦。更可悲的是，有些人还被别人忽悠的帮助骗子数钱，自己却完全不知情。为了自己的私利，这些人可以完全不顾他人的死活。他们不仅对别人造成了伤害，也严重影响了 Web3 领域的声誉和发展。许多人刚接触这个领域，还处于一知半解的状态，被这些人一通胡说八道后，往往会钱财两空。一些人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，甚至会选择欺骗他人，包括自己的亲朋好友。他们不仅缺乏道德和良知，也严重影响了 Web3 的稳定发展。在 Web3 领域发展的关键时刻，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保持冷静和理性，切勿相信这些虚假的信息和诈骗行为。只有通过正确的实名认证，才能确保个人的权益得到保护。最近一段时间，因为利用银行办卡兑换的诈骗行为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。我们无法彻底杜绝这种现象，主要是因为不听说的人太多。如果大家都能保持警惕，不轻易相信这种事情，那么这种诈骗行为就会逐渐失去市场。许多人还没有弄清楚 Web3 是什么，就开始和别人谈论认知水平的高低。他们的一句"你认知太低"，不仅暴露了自己的无知，也伤害了那些正在努力了解Pi和学习的人。这种行为不仅让圈内人士感到厌恶，更让圈外的人对 Web3 领域充满了欺骗和诈骗的印象。这无疑会给 Web3 领域的发展带来极大的阻碍，也会让许多人对这个领域失去信心。每个人都应该珍惜自己的财富，不要过于贪婪。贪婪是一切罪恶的根源，只有克服贪婪，才能收获一个美满的人生。同时，我们也应该放下物欲，保持一颗淡泊清静的内心，才能真正收获内心的满足和幸福。为了让 Web3 尽快到来，为了让主网尽快开始，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积极抵制那些利用银行办卡进行诈骗的人。如果我们都不去抵制这种行为，那么国内 Web3 的发展可能会被放弃，我们多年的努力也将付之东流。我们应该做正确的事情，做正确的赋能，才能持续长久的发展，获得更好的财富和未来。走歪门邪道只会让我们一事无成，甚至面临更多的困境和挑战。最后，我们应该多积德行善，因为福虽未到，但祸已远离。做正确的事情，才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满和幸福。一些人可能会觉得，只要能赚钱，管他什么方式呢？然而，他们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那就是风险。这些诈骗行为往往伴随着非常高的风险，一旦被发现，不仅会面临法律的制裁，也会失去信誉和尊严。在这个互联网高度发达的时代，信息的传播速度非常快，因此一旦出现诈骗行为，很快就会传遍网络。那些曾经被骗过的人，往往会选择报警或者向社会公开自己的遭遇。这不仅会让诈骗者名誉扫地，也会让更多的人了解这种诈骗行为的危害性。与此同时，一些正规的平台和机构也在积极采取措施，以防止诈骗行为的发生。例如，一些银行已经开始加强对办卡流程的监管，确保只有符合条件的人才能办理银行卡。此外，一些互联网平台也在加强对用户身份的认证，以防止不法分子利用平台进行诈骗。对于那些还沉浸在诈骗行为中的人，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尽快醒悟，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并积极改正。同时，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加入到反诈骗的行列中来，提高公众的防范意识，共同营造一个安全和谐的网络环境。只有共同努力，我们才能够让网络空间更加清朗，让 Web3 领域的发展更加健康和稳定。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，共同抵制诈
诈骗行为，为 Web3 的未来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。感觉有帮助，感谢分享订阅，点亮小铃铛，谢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